大家平安，欢迎来到认知工坊。各位老板，各位正在创业路上拼命的朋友，大家先停下手头的事情，我想问一个能让你心跳漏掉一拍的问题：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拼命接单、拼命扩张，心里想着只要营业额上去了，日子就能好过？你是不是觉得只要销售额再翻1倍，利润自然就会跟着来？听好了，这就是创业路上最大的幻觉，而且这种幻觉正在慢慢毁掉你的生活。我见过太多老板跟我抱怨说，公司流水几百万甚至上千万，但一到发工资交税的时候，账上竟然拿不出钱。你觉得自己是老板，其实你只是在给你的公司当免费保姆。你以为你在养公司，其实你在养一头失控的吃钱怪物。但如果你现在也处于这种账面上赚钱，口袋里没钱的恐慌中，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就是你的续命符。这可不是什么深奥的会计课，这是一场关于金钱本能的改造方案。它会让你重新审视你和金钱的关系，从根本上解决你的财务焦虑，让你从此告别那种赚钱却没钱的窘境。接下来我会用最直白、最不专业，但也最管用的话，告诉你如何从明天开始就让你的公司真正赚到钱。我们不聊那些虚头巴脑的会计准则，我们聊聊怎么拿回你应得的利润。这是一个关于行动的指南，而不是枯燥的理论，它会给你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。但在我们聊具体怎么做之前，你必须先明白，为什么你过去做的每一件事可能都是错的。这所有的一切的根源就在你每天看的那个财务公式里。我们从小学的公式是什么？收入减去支出等于利润。这逻辑听起来没毛病吧？但其实这就是万恶之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公式把利润放在了最后，它传递了一个潜意识，利润是残羹剩饭，是剩下的东西。但现实是在一家企业里永远不会有剩下的东西。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帕金森定律。这个定律其实说的就是我们的人性，它说的是你有多少资源就会消耗多少资源。这就像你买了一支大号牙膏，刚开始你会挤很多，觉得反正是大支的嘛，但快用完的时候，你却能靠那一丁点牙膏撑好几天，甚至能把它剪开再刮几次。钱也是一样，如果你把所有钱都放在一个大账户里，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都是可以花的。于是你换了更高级的办公室，招了更多的新人，买了最新款的电脑，最后利润就这么消失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看起来很风光，实际上却是入不敷出，甚至濒临破产的边缘。所以，如果你想靠意志力去省钱，你注定会失败，因为你的意志力永远打不过你的本能。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强的意志力，而是换一个更小的餐盘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公式反过来，收入减去利润等于支出。这不仅仅是换个位置，这可是一场心理革命。我们要先拿走利润，剩下的才是你能花的钱。这是一个颠覆性的思维转变，它会让你从此告别先花后赚的恶性循环，真正掌握财务的主动权。接下来这句话，请你一定要刻在脑子里：利润不是年终的结算，而是每笔交易的习惯。这句话的分量很重，它会彻底颠覆你对利润的认知，让你从被动等待变成主动创造。这也是《绝对利润》这本书最核心的精髓，它会改变你对金钱的底层逻辑，让你真正成为金钱的主人，而不是被金钱所奴役。既然我们知道自己管不住手，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眼不见心不烦，我们要把钱物理隔离。你不能只用一个银行账户来管理公司，那就像在一个大锅里炖菜，你根本分不清哪是肉哪是汤。你需要建立5个基础的小盘子，也就是5个独立的银行账户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麻烦，但请相信我，这会救你的命。这5个账户就是你公司的5脏6腑，缺一不可。他们会为你的财务健康保驾护航，让你的资金流向清晰可见。第一个是收入账户，这是所有钱进来的第一站，它就像一个快递中转站。钱进来之后，马上就要分拨出去，记住，绝对不能从这里直接付任何账单。第二个是利润账户，这是你最神圣的领地，哪怕现在你的比例只有1%，也要在钱进来的第一时间
先拨进去，这笔钱是留给你的分红，是你的劳动奖励。第三个是所有者报酬账户，这是你作为员工应得的工资。别再说什么等公司赚钱了再给自己发工资这种鬼话了，老板也得吃饭，也得养家。如果你连自己的工资都付不起，那说明你的商业模式本身就有问题。第四个是税款账户，这是替政府保管的钱。很多公司倒闭不是因为没生意，而是因为年底一算账，发现要交几十万的税，但账上1分钱都没有。把这笔钱提前隔离开，你交税的时候会像发年终奖一样轻松。第五个是经营费用账户，这才是你真正可以用来的运营公司的钱，房租、水电、员工工资、广告费全从这里出。这5个账户各司其职，让你的每一分钱都有明确的归属，不再混乱不清。你可能会觉得开这么多账户不麻烦吗？其实这才是最符合人性的财务管理。作为老板，我们最习惯的动作是什么？是登录手机银行看余额。以前你看到账户里有100万，你会觉得哇，我有钱，我可以投广告。但现在你登录进去，看到经营费用账户里只有10万，你就会立刻清醒。哦，我只有10万可以用，我得省着点花。这可不是在限制你，这是在保护你，让你从此告别那种不知道钱去哪儿了的焦虑。当你看到利润账户里的数字在跳动时，那种掌控感才是创业真正的乐趣。这种感觉是任何营业额的增长都无法比拟的，它会给你带来前所未有的踏实和自信，让你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，不再盲目扩张。听到这儿，你可能想，我的公司现在都亏损，我哪有钱分进利润账户？你这可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？别急，我们不玩那种明天就变亿万富翁的游戏。我不是让你明天就提取20%的利润。如果你现在一下子拿走这么多，你的公司会立刻休克而死。你需要的是低标准起步，这就像健身，你不能第一天就去举100公斤的杠铃，你得从空杆开始。从明天开始，无论你收到多少钱，只转1%进利润账户，哪怕只有100块，你也转1块钱进去。你可能会笑，1块钱能干什么？听着，这1块钱不是用来买别墅的，它是用来改造你的大脑的，它会你大脑里建立一个强大的神经回路。我的公司是盈利的。书里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海伦和罗布这对夫妻在澳洲经营骑马营地，他们创业20年，负债累累，甚至绝望到问 Siri， 我是不是该放弃梦想了？但在实施绝对利润后，他们没有试图一下子还清所有债务，而是仅仅在4周内，通过强行分配极小比例的利润，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分红。虽然只有几百块钱，但那种我成功了的心理暗示让他们重燃了斗志。几个月后，他们不仅还清了债务，还把公司做成了当地的明星企业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哪怕是微小的成功，也能点燃巨大的希望，让你看到改变的可能性，从而激发你持续前进的动力。记住，最好的增长往往来自于限制。当你强行拿走一部分钱，剩下的经营费用变少时，你才会真正开始思考，这笔广告费真的有效吗？这个员工真的是必须的吗？这个供应商是不是在坑我？这可不是在缩减开支，这是在逼迫你创新。当你只有99%的钱可用时，你会变得比以前聪明10倍。因为如果你不能用99%的钱运营公司，你同样不能用100%的钱运营它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，但仔细想想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它会让你从根本上改变对成本的看法，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，从而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率，让你的公司运转得更加精益高效。很多老板管理现金流就像灭火，今天付这个，明天付那个，这种随机的惊慌的节奏会让你彻底失去对金钱的感知。你需要建立一种节律，就像心跳跳动一样。作者推荐的是每月10号和25号。为什么是这2天？因为这能让你看到钱的积聚过程。在这2天，你做2件事。第一，把收入账户里的钱按照你设定的比例分拨到利润、工资、税款和经营费用这4个账户里。第二，付账单。除了这2天，平时绝对不要付任何非紧急的账单。这就像呼吸，收入是吸气，支出是呼气，有节奏的呼吸才能让你跑得远。这种规律性会让你财务管理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不再是负担，而是你公司健康运转的节奏，让你对资金流向了如指掌。
但最扎心的地方来了，如果到了25号，你发现经营费用账户里的钱不够付账单怎么办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从利润账户挪一点吧，反正现在利润账户里有钱。绝对不行！听着，如果你挪了这笔钱，你就输了。付不出账单是你的公司在对你尖叫，他在告诉你，老板，你的运营成本太高了，你的效率太低了。这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借钱，也不是挪用利润，而是冻结。砍掉那些非必要的开支，优化你的流程。所以请记住，不要在账上没钱时恐慌，要在账上有钱时建立规矩。这句话非常重要，它会让你彻底改变对现金流的态度，让你学会倾听公司发出的信号，而不是盲目的填补漏洞，从而避免更大的财务危机。大家听到这里，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省钱的系统，但我告诉你，这套系统最硬核的地方在于，它会逼着你变强，逼着你去看清谁才是真正的客户。当你把利润放在第一位时，你会发现有些客户简直就是你的利润杀手。我们来聊聊帕累托原则，也就是大家常说的8·2法则。但在创业的世界里，这个比例可能更极端。研究表明，你公司前25%的优质客户贡献了接近90%的收入，而最后25%的烂客户不仅只贡献了不到1%的收入，还让你损失了超过50%的利润。什么叫烂客户？就是那种要求奇葩、付款极慢、天天打电话折磨你，最后还要你打折的人。他们不仅不给你赚钱，还偷走你的时间和生命。所以，真正关键的升级是学会开除客户。你要做的是：第一，找出那些让你舒服、利润又高的客户，疯狂地复制他们；第二，优雅地请那些要求奇葩、利润微薄的客户去折磨你的竞争对手。当你不再为那1%的烂收入疲于奔命时，你才有精力去服务好那89%的核心收入，这才叫高效。这一步棋会让你公司轻装上阵，把精力集中在真正能带来价值的地方，让你从此告别瞎忙的状态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，让你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最有价值的地方。我知道很多老板现在背着债，你可能会想，我欠银行几百万，我怎么可能先拿利润？我得先还债啊！这就是另一个陷阱。如果你把所有钱都拿去还债，你永远都还不完，因为你没有建立盈利的习惯，你的公司依然是一个漏水的大桶。书里提出一个债务雪崩法，非常管用。首先，你要冻结所有债务，不要再增加新的负债，不要再刷信用卡，不要再拿房屋抵押。然后你要利用你从经营费用中省下来的每一分钱去攻击你的债务，但不是平均分配，而是先去还那个额度最小的债。为什么是最小的？因为这能给你赢的感觉。当你干掉一个小的债务，你的信心会大增，然后你把原本用来还小债务的钱加上新的结余去攻击下一个债务，这就像滚雪球，越滚越大。还债不是为了让银行开心，是为你找回灵魂的自由。当你看到债务清单一个个被划掉时，那种重获新生的感觉比什么都值钱。这种胜利的喜悦会成为你继续前进的动力，让你从债务的泥潭中一步步挣脱出来，最终实现财务上的轻装上阵，重拾对生活的掌控感。很多老板有一种奇怪的心理，觉得自己越苦越累，拿的钱越少，就说明自己对公司越忠诚。我们称之为殉道者综合征。听着，如果你不给自己发足额的工资，你就是在剥削这家公司最核心的员工，也就是你自己。如果你的公司离了，你赚不动，而你又拿不到钱，那这不是生意，这是奴役。我们要建立保险库账户。所谓保险库，就是你的应急基金。你的目标是存够3个月的运营费用，这样就算天塌下来，就算一个客户都没有，你也能安稳的睡3个月。这3个月的缓冲期能让你保持冷静，做出正确的决策，而不是在恐慌中乱投医。这不仅是财务上的保障，更是你心理上的定海神针，让你面对任何突发状况都能从容不迫，真正做到心中有数，不再为突如其来的变故而手足无措。视频看到最后，我想对你说句心里话，创业者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的一群人。你为了梦想，牺牲了节假日，牺牲了陪伴家人的时间，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健康。但如果你创业的结果是贫困，是无止境的焦虑，那这不是创业，这是自我消耗。
麦克写这本书不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吝啬鬼，而是为了让你找回创业的初心，自由。财务自由不是拥有亿万家产，而是当你坐在餐桌前，不再为明天的开支担忧；是当你带家人去度假时，账上已经存好了专门的旅游金；是当你老去时，你的公司是一台自动运转的赚钱机器，而不是一个吸血怪物。这才是创业真正的意义，也是你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，一个让你能够享受生活、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。从明天开始，去开那个利润账户，存入你的第一个1%，不要等公司好转了再盈利，要通过盈利让公司变好。最后送大家一句话：如果你想改变结果，你必须先改变你的系统。这句话是所有改变的基石，也是你走向成功的关键。它会引导你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治标不治本，让你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成为自己事业的掌舵人。视频已经看到这里了，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关注，我们一起革除创业者的贫困。如果你已经坚持了2个季度，感觉公司开始有起色了，那我们可以进入进阶模式。这时候你需要做一个及时评估，这就像是给你的公司做一次全方位的体检。你需要看4个指标：实际利润比例，你现在真正能拿走多少钱；所有者报酬比例，你付给自己的工资是否匹配你的市场价值；税款比例，你是否真的存够了应付税务局的钱；以及经营费用比例，你的公司是否太胖了。不要害怕看到真实的数字，真相可能会让你流泪，但只有真相能让你自由。书里提到一个叫黛比的女企业家，当她第一次做完这个评估，看到自己辛苦10年竟然1分钱都没赚到时，她在办公室里放声大哭，说自己是个笨蛋。但麦克告诉她，她不是笨蛋，她只是用了一个错误的系统。一旦她换了系统，仅仅半年时间，她的公司就转亏为盈。你也可以像她一样，这可不是魔法，这是纪律，这也不是奇迹，这是人性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证明了这套系统强大的力量，它能让任何一个挣扎中的企业重获新生，重新焕发活力，让你看到希望的曙光。创业者们，别再给你的公司当奴隶了，从今天起，做你公司真正的主人，拿走你应得的利润，过上你梦想的生活。加油，我们顶峰相见。刚才我们提到了要开除烂客户，很多老板听完心里发毛，现在生意这么难做，我把客户开除了，我吃什么？别急，我教你一套优雅转身的方法。你要做的第一步是拿出一张纸，列出你过去1年的所有客户，然后给他们打分。指标很简单，第一，利润贡献度，他给你带来的纯利润高吗？第二，合作愉快度，你接到他电话时是想接还是想把手机扔进马桶？第三，需求匹配度，他要求的这个东西是不是你最擅长的？你会惊奇地发现 AI 那群得分最低的客户往往占用了你80%的客服时间。现在我们要进行外科手术，你不需要直接对他们说滚，你可以提高价格或者改变服务条款。如果他接受了高价，那他就不再是烂客户，而是高利润客户。如果他不接受，他会主动离开。这时候你可以礼貌地推荐他去你的竞争对手那里。记住，你对烂客户的容忍就是对好客户的背叛。这句话请你务必牢记在心，它会帮助你做出艰难但正确的决定，让你的客户结构更加健康，从而提升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，让你的精力集中在最有价值的客户身上。在实施绝对利润的头3个月，你会经历一段非常痛苦的戒断期，你会看着那个经营费用账户里的余额越来越少，你会感到恐慌，你会想，完了，我付不起房租了，我死定了。这时候请你回到你的利润账户看一眼，那里面的钱在增加，那才是你的公司真实的生命力。这种恐慌是正常的，这就像你在减肥，你的身体在抗议，它想让你吃高热量的食物。但如果你坚持下去，你会发现你的公司变得越来越轻盈，越来越有活力。不要试图去说服你的会计，大多数会计受的是传统教育，他们会觉得你疯了。你不需要他们的理解，你只需要他们的执行。如果他们实在不配合，那就换一个理解绝对利润的会计。你的企业是为了服务你的生活，而不是为了满足会计的报表。
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态转变，会让你从此摆脱被报表束缚的困境，真正掌控自己的财务命运，让公司为你服务，而不是你为公司卖命，实现真正的财务自由。最后，我想跟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老板说，辛苦了。我知道你经历过多少个失眠的夜晚，我知道你为了凑齐工资款求过多少人，我也知道你在家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时，心里承受着多大的压力。创业本不该如此痛苦。绝对利润这套系统其实是给了你一个权利，一个重新定义成功的权利。成功不是你的办公室有多大，不是你的员工有多少，而是你每天醒来时心里是踏实的，是你能在周末关掉手机，全心全意陪孩子玩耍，因为你知道你的公司正在自动为你创造财富。这才是真正的成功，一种内心的平静和生活的自由，一个让你能够享受创业过程的权利。去开那个账户吧，就今天存入那第一个1%，那是你对自己梦想的第一次真正投资。愿每一位创业者都能拥有绝对的利润和绝对的自由。我们下次再见。刚才我们简单提到了债务，现在我想花点时间专门跟那些背着沉重负债的老板聊聊。我知道债务就像一块压在胸口的大石头，让你喘不过气来。很多人的想法是，我现在欠着500万，我得先把这500万还清了，我才能谈利润。麦克在书里明确告诉你，如果你这么想，你这辈子都还不清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消费习惯没变。如果你不先建立盈利系统，你还掉的每一分债，最后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重新借回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陷入了借新还旧的死循环。所以，解决债务的关键不在于你还了多少，而在你如何建立一个不再产生新债务的系统，从根源上杜绝债务的产生，让你彻底摆脱债务的困扰。我们要用绝对利润的逻辑来还债。第一步，切断源头，从现在开始不准再增加1分钱的债务，减掉你的信用卡，销毁你的贷款额度。如果你不切断源头，你就是在用勺子舀干大海。第二步，建立债务摧毁名单，把所有的债务列出来，按金额从小到大排列，不管利息是多少，先排金额。为什么不按利息排？因为还债是一场心理战，不是数学题。如果你先去还那个利息最高但金额最大的债，你可能还了2年都看不到尽头，最后你就会放弃。但如果你先还掉那个欠供应商的3万块，你会立刻感到赢了的快感。这种小小的胜利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心理满足感，让你更有动力继续下去，一步步走向无债一身轻的状态，最终实现财务上的彻底翻身。第三步，利用经营结余进行攻击。当你实施了绝对利润，你的经营费用账户会变少，这时候你会被迫去砍掉那些无用的开支，省下来的这笔钱不要存起来，全部拿去砸向名单上的第一个小债务。当第一个债务消失后，把原本还第一个债的钱加上新的结余去砸第二个，这就是雪崩。看着债务名单一个个被划掉，那种灵魂重获自由的感觉会让你重新爱上你的事业。这种策略不仅能让你更快地摆脱债务，更能重塑你的财务习惯，让你彻底告别债务缠身的困境，迎来了事业的新生，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。当你已经平稳运行了半年，基础的5个账户已经玩得很溜了，这时候我们可以根据你的行业特性增加一些特殊账户。比如，如果你是做电商或者零售的，你可能需要一个库存账户。库存账户是专门用来备货的，不要用经营费用的钱去进货，那会让你产生我很有钱的假象。每次销售收入进来，拨出专门的比例进库存账户，这样你下次进货时，现金就在那里等着你，你再也不用为了双11囤货去贷款了。这会让你库存管理变得更加科学，避免资金链断裂的风险，确保你的生意稳健发展，不再为资金周转而烦恼。如果你是做服务业或者咨询的，你可能需要一个教育与研发账户，这笔钱专门用来提升你和你团队的技能。在知识经济时代，你的大脑就是最贵的设备，提前拨出这笔钱，你参加高端论坛、买课、做产品研发时就不会觉得心疼。还有一个最受欢迎的账户叫家庭梦想账户。创业是为了什么？是为让家人过得更好。你可以设定一个账户，专门存旅游基金或者孩子的教育基金。当你看到这个账户的数字增加时，你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。这些额外的账户
会让你财务管理更加精细化，也更能贴合你的实际需求，让你的钱为你的梦想服务，让你的生活和事业都更加丰盛，真正实现财富自由的意义。在结束之前，我要给你打几剂预防针，防止你半途而废。第一个错误是步子迈得太大。很多人听完视频热血沸腾，明天就要提20%的利润，千万别，你的公司会脱水而死。请记住，从1%开始，每季度增加1%，慢慢来比较快。第二个错误是把利润当成应急金，利润账户里的钱是给你的奖励，不是用来付水电费的。如果你付不起水电费，请去优化你的经营费用，而不是动用利润。利润账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。第三个错误是独自战斗。如果你有合伙人，一定要让他看这支视频，一定要让他理解这个系统。如果一个在省钱，另一个在大手大脚，这个系统会瞬间崩溃。这是一场全公司的文化改造。当每一个人都意识到利润第一时，你的公司就无敌了。这3个错误是大多数人失败的原因，务必警惕。他们是通往成功的绊脚石，也是你必须跨越的障碍。只有避开他们，你才能稳步前行。我知道你现在还在犹豫，你在想，万一我的供应商不答应怎么办？万一我的员工要离职怎么办？万一我的客户觉得我涨价太狠怎么办？我想告诉你的是，那些会因为你追求利润而离开的人，本来就不该留在你的生命里。你的公司不是慈善机构，只有你盈利了，你才能提供更好的产品，才能给员工更好的福利，才能为社会创造真正的价值。不要再当那个假装成功的创业者了，脱掉那件华丽但沉重的外衣，回到最朴素的真理：赚钱、存钱，然后优雅的成长。这是一个关于选择和勇气的故事。选择做一个真正盈利企业家，而不是一个疲于奔命的打工仔，让你的事业充满尊严和价值。如果你今天只记住一句话，请记住这句：利润不是一个事件，利润是一种习惯。去吧，去开户，就现在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建议，这更是一个行动号召，一个改变你创业命运的机会，一个让你从此告别财务焦虑的起点，一个让你真正走向财务自由的里程碑，一个你值得拥有的美好未来。如果你现在心里还是没底，不知道自己的公司到底病得有多重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简单的5分钟体检。拿出一张纸，写下你过去12个月的这个数据，总收入进账了多少钱，物料成本，如果是制造业或零售业，买原材料花了多少，剩下的就是你的真实收入。现在用你的真实收入乘以这4个百分比，这是书中给出的健康参考值。利润5%到10%，所有者报酬，也就是你的工资20%到50%，公司越小比例越高，税款15%，经营费用剩下的部分。现在把你应该有的数字和你实际有的数字对比一下，看到那个巨大的缺口了吗？那个缺口就是你焦虑的来源，不要逃避它，盯着它看，那就是你要攻克的这个目标。这个体检表会让你对公司的健康状况一目了然，并明确下一步的行动方向，让你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有清晰的认知，从而制定出更精准的策略，让你的每一步都走得踏实有力。实施绝对利润最爽的时刻，莫过于每个季度的第1天。在每月的10号和25号，我们是在分钱，但在每个季度的第1天，比如1月1日、4月1日，你要做一件大事：发放利润分红。所谓利润分红，不是把利润账户里的钱全部拿走，你要拿走50%作为对你这个投资人的回报，剩下的50%留在账户里作为保险库储备。这笔钱你可以拿去吃一顿大餐，可以给爱人买个礼物，也可以去一趟你向往已久的旅行。当你手里拿着这笔沉甸甸的现金时，你会第一次感受到创业真好。这可不是账面上的数字，这是你可以支配的自由。这种实实在在的奖励会让你对这套系统充满信心，并激励你继续坚持下去，让你真正体会到创业带来的丰厚回报，而不是空洞的数字游戏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幸福感。好了，聊了这么多，我们最后总结一下。如果你明天就要开始，请记住这3步。第1步，开户，今天就去银行开出那5个账户，不要等明天，明天你就会忘掉。
第二步，拨款，从第一笔进账开始，强行拨入1%进利润账户。第三步，节律，守住10号和25号原则，像心跳一样稳定。这套系统不复杂，难的是坚持。但只要你坚持过第1个季度，你就会发现你再也回不去了，因为你已经尝到了盈利的滋味。老板们，加油！你的公司值得盈利，你也值得自由。记住，这一切的改变都从你今天的一个小小的决定开始，不要小看这份力量，它将会彻底重塑你的商业命运。所以，亲爱的老板们，不要再犹豫了，这可不是一个选择题，这可是一个生存题。你的公司值得盈利，你也值得拥有一个自由、富足、充满掌控感的人生。现在就去行动吧！想象一下，当你不再为每个月的账单发愁，当你的利润账户稳步增长，当你可以自由地选择你的客户，甚至可以优雅地拒绝那些消耗你精力的订单，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体验！这所有的一切都始于你今天对绝对利润这套系统的信任和实践。